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我酝酿了很久，听完真的会让你们又哭又笑，还会感叹一句世界真奇妙。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大陆女医生为爱辞职嫁到台中，结果丈夫发现存折少了500万的故事。真相揭开的那一刻，连我这个见多识广的红娘都忍不住落泪了。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女主角小雨。小雨今年29岁，是大陆一家3甲医院的心外科医生，技术那叫一个过硬啊。她毕业于北京最顶尖的医学院，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常年名列前茅。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小雨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她父亲是一名外科主任医师，在一次手术中发生了医疗事故，被患者家属起诉，索赔天价赔偿金。官司输了之后，他父亲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打击对小雨家庭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更不幸的是，小雨的母亲因为丈夫的突然离世，精神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加上本身就有心脏病，病情急剧恶化，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小雨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扛起了全部的责任。我那时候每天都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小雨曾经这样告诉我，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还要去私人诊所兼职，只为了多赚一些钱，同时还要应付父亲留下的巨额赔偿金和自己的助学贷款。我感觉我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为了钱拼命工作。小雨的遭遇让我非常心疼，这么优秀的一个姑娘，本应该有大好的前途，却因为家庭的变故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就在小雨感觉生活已经到了绝境的时候，命运给她开了一个玩笑，或者说是一扇窗。她在医院认识了台中来的一位企业家阿强。阿强今年35岁，是台中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董事长，身高1.85米，身材健硕，帅气有型，最重要的是事业有成，家境殷实。他来大陆是为了拓展业务，在小雨所在的医院考察合作项目，两人就这样相识了。他第一次来我们科室参观的时候，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雨回忆道，不仅是因为他帅气的外表，更是因为他谈吐不凡，对医学知识的了解也很深入。我们聊了很多专业上的问题，感觉特别投机。阿强也被小雨的才华和美貌所吸引。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阿强找各种理由来医院，就是为了能多见小雨几面。两人从工作上的交流慢慢转变为私下的约会，感情迅速升温。阿强跟我之前交往过的男生都不一样。小雨说，他不仅有能力，还特别体贴，知道我工作忙，经常给我送饭，甚至有时候会在医院外面等我下班，就为了送我回家。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像是做梦一样。随着两人感情的深入，小雨也向阿强倾诉了自己家庭的困境。听完小雨的故事，阿强二话不说，主动提出要帮助小雨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当时我真的很感动，也很犹豫。小雨说，我们才认识不久，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因为钱才跟他在一起的，但是他告诉我，2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扶持。他现在帮我，将来我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他。在阿强的坚持下，小雨接受了他的帮助。阿强不仅替小雨还清了部分债务，还安排了最好的医生为小雨的母亲治疗。小雨觉得自己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对阿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交往半年后，阿强向小雨求婚了，他表示希望小雨能跟他一起回台中生活，在那里开始他们的新生活。对小雨来说，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一方面，他舍不得自己的事业和母亲；另一方面，他又真的很爱阿强，也想要摆脱目前的困境。我思考了很久，小雨说，最终我决定接受阿强的求婚。我想我可以在台中重新开始我的医生生涯，也可以定期回大陆看望妈妈。阿强也承诺会定期带我回来，并且会继续支持我妈妈的治疗。就这样，小雨辞去了3甲医院的工作，办理了各种手续，准备嫁到台中去。临行前，小雨的同事们都劝她三思而后行，毕竟两地的文化差异不小，而且她在医院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放弃实在可惜。
但小雨已经下定决心，他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我知道很多人不理解我的决定，认为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但是在那个时候，阿强就是我的救命稻草，是他让我看到了希望。小雨坚定地说，婚礼在台中举行，虽然规模不大，但很温馨。阿强的父母虽然一开始对儿子娶了一个大陆媳妇有些顾虑，但见到小雨温柔贤惠又有才华的样子，态度也渐渐缓和了。刚到台中的小雨确实遇到了不少文化冲击，虽然我们都说中文，但很多表达方式和习惯真的不一样。小雨笑着说，比如我刚来的时候，常常说垃圾，结果台湾人都说废物。我说卫生间，他们说洗手间。我说公交车，他们说公车。还有很多日常用语也不同，有时候真的会闹出不少笑话。另外，小雨也发现台湾社会的发达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其实，在大陆，很多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觉得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但真正来了才发现，台湾的社会福利、医疗水平、生活品质都非常高。特别是医疗制度，让我这个医生都很佩服。小雨在台中也迅速找到了工作，在一家私立医院担任心外科医生。虽然刚开始因为执照问题只能做助理医师，但凭借他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很快就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婚后的生活看起来非常美满，阿强事业蒸蒸日上，小雨也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和工作。他们买了一套位于台中市中心的豪宅，还计划着要一个宝宝，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小雨回忆道，我感觉自己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小雨和阿强结婚1周年的时候，意外发生了。那天阿强在整理家里的财务状况时，发现家庭联名账户少了500万新台币，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阿强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那天我正在医院加班，突然接到阿强的电话，语气非常严肃，让我立刻回家。小雨说，我心里很忐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小雨回到家，看到阿强阴沉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妙。阿强二话不说，把存折摆在他面前，指着那笔500万的支出记录，质问他钱去哪儿了。那一刻，我感觉世界都崩塌了。小雨的眼眶湿润了，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动过那笔钱。但是阿强不相信，他认为除了我，没有人能动用那个账户。阿强越想越气，怀疑小雨是不是利用他解决了经济问题后，又把钱偷偷转移出去，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另有所爱。两人大吵一架，阿强甚至提出了离婚。我当时真的崩溃了。小雨说，我为了这段婚姻放弃了在大陆的一切，结果却被最亲近的人怀疑是骗婚。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那晚，小雨独自一人在客厅哭到天亮。他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更想不通阿强为什么会这样怀疑他。第二天，阿强依然冷着脸出门上班，而小雨请了病假，一个人在家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阿强的父亲生病住院的事情。阿强的父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前段时间病情恶化，需要做一个大手术。当时小雨因为工作忙，没能参与太多，都是阿强在处理。会不会是医疗费用？小雨心中闪过一个念头，他立刻拨通了医院的电话，询问阿强父亲的治疗费用。结果证实了他的猜测，阿强父亲的手术和后续治疗总共花费了将近400万新台币。而且阿强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一直瞒着这件事，自己默默地支付了所有费用。除此之外，小雨又想起阿强前段时间提到过想给他一个惊喜，原来是计划了一次欧洲旅行，机票和酒店都已经预定好了，花费了将近100万新台币。这两笔加起来，正好是那个神秘消失的500万。我立刻给阿强打电话，但他没接。小雨说，我只好开车去他公司，一定要当面把这件事说清楚。当小雨风尘仆仆地赶到阿强公司时，阿强正在开会，看到小雨突然出现，阿强明显愣了一下，
但还是把他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我把我查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包括他父亲的医疗费和欧洲旅行的预定。小雨说，阿强听完后脸色变得非常难看，然后突然抱住我，说了无数个对不起。原来阿强当时太过震惊，完全忘记了这2笔开支。他的父亲生病期间，他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有些记忆模糊。而欧洲旅行是他很久之前就开始计划的，当时设置了自动扣款，所以也没有特别注意。他说他不该怀疑我，是他太鲁莽了。小雨说，看着他自责的样子，我心里的怨气也慢慢消散了。毕竟我也理解，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发现家里少了这么一大笔钱，肯定会紧张的。2人冰释前嫌，阿强为了表示歉意，当晚就带小雨去了台中最高级的餐厅吃饭，还送了他一条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我其实不在乎这些物质补偿，小雨说，我在乎的是他能够相信我，尊重我。这件事虽然让我们经历了一场风波，但也让我们的感情更加牢固。这个乌龙事件过后，阿强也反思了自己对家庭财务管理的疏忽，决定以后2人一起管理家庭账户，有大额支出要互相通知。小雨则表示会更多的关心阿强的家人，不让他一个人承担所有压力。这件事告诉我们，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信任和沟通。小雨说，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真正让网友们感动落泪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小雨和阿强和好如初后，阿强主动提出要陪小雨回大陆看望他的母亲。此时，小雨的母亲病情已经稳定了很多，但仍需要长期治疗和照顾。我妈妈见到阿强特别高兴，一直夸他是个好女婿。小雨笑着说，阿强也很尊重我妈妈，跟他聊了很多台湾的事情，还说等他身体好一些，一定要接他去台湾住。就在这次回大陆的途中，阿强无意中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原来，小雨在嫁给他之前，已经接受了一家国际知名医院的 offer， 薪水是他在原医院的3倍，而且还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但因为答应了嫁给阿强，小雨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件事。阿强后来告诉我，小雨从来没有提过，他只说辞职是因为要跟我去台湾。我一直以为他在大陆的工作只是普通的医生职位，没想到他放弃的是一个如此重要的机会。这个消息让阿强非常内疚。他回到台中后，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要在台中创办一家专门的心脏病研究中心，让小雨担任医疗总监。我想给他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阿强说，他为了我放弃了那么多，我也应该为他做些什么。而且台湾确实需要像他这样优秀的心外科医生。当阿强把这个计划告诉小雨时，小雨感动得泪流满面。我从来没有期望过这些。小雨说，我选择嫁给他是因为爱他这个人，而不是期待他能给我什么。但是他能这样支持我的事业，真的让我感到很幸福。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很快就开始了。阿强利用自己在医疗器械行业的人脉，迅速组建了一支专业团队。小雨则负责医疗方面的规划和人才招聘。2人分工合作，相得益彰。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台湾和大陆在医疗理念上的差异和互补。小雨说，大陆医生更注重理论基础和手术技术的精进，而台湾医生则更注重患者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将2者结合起来，才能提供最全面的医疗服务。在2人的共同努力下，研究中心终于在1年后正式成立了。开业当天，不仅台中的医疗界人士到场祝贺，连小雨在大陆的老同事们也专程赶来参加。小雨的母亲也在阿强的安排下搬到了台中，接受最好的治疗和照顾。看到研究中心正式开业，看到妈妈脸上的笑容，我感觉自己的人生终于圆满了。小雨说，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因为它带给我的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研究中心开业后，小雨将自己在大陆学到的先进手术技术带到了台湾，成功救治了多名危重病人。他的事迹很快在台湾医疗界传开，
许多患者慕名而来，希望能得到他的治疗。有一次，一个小女孩被送来急诊，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小雨回忆道，当时情况非常危急，需要立即手术。我用了在大陆学到的一种新技术，成功挽救了她的生命。事后，女孩的父母抱着我哭，那一刻，我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随着研究中心的声誉日渐提高，阿强和小雨也开始了新的计划，他们要建立一个医疗援助基金，专门帮助那些负担不起高额医疗费用的患者。我们都经历过家人生病却无力支付医疗费的痛苦，阿强说，所以我们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那些和我们有着相似经历的家庭。这个故事传出后，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无数网友被小雨和阿强的经历感动，纷纷留言支持他们的医疗援助计划，这才是真正的爱情。看完整个故事，我哭了，祝福这对夫妻，两岸一家亲，爱情无国界。小雨一生太伟大了，放弃那么好的机会嫁到台湾，还好遇到了一个同样优秀的老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信任和沟通在婚姻中有多重要。网友们的留言让小雨和阿强备受鼓舞，他们表示会继续努力，不仅要经营好自己的婚姻和事业，还要尽可能的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跟阿强在一起这些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但每一次困难都让我们的感情更加深厚。小雨坐在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窗外阳光明媚，照在她精致的脸上，勾勒出一道温柔的轮廓。3年过去了，小雨和阿强的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台中乃至整个台湾地区最有名的心脏病专科医疗机构之一。他们的医疗援助基金也已经帮助了上百个家庭渡过难关。更让人欣慰的是，小雨的母亲在台湾接受了全面系统的治疗后，病情已经基本稳定。现在和小雨、阿强住在一起，每天都能看到女儿幸福的笑容。台湾和大陆虽然隔着一道海峡，但人心是相通的。小雨常常这样感慨，刚来台湾的时候，我确实有不少顾虑和担忧，担心语言不通，担心文化差异，担心融入不了当地社会。但事实证明，这些都不是问题。确实，小雨来台湾的这几年，见识了很多两岸之间的不同。比如，台湾人更注重生活品质，工作之余会安排很多休闲活动，而大陆人则更加拼搏进取，愿意为了事业牺牲个人时间。台湾社会整体节奏较慢，人们处事更加柔和，而大陆社会节奏快，人们处事更加直接。一开始我确实不太适应，小雨笑着说，记得刚来台湾工作的时候，我习惯了大陆医院的紧张节奏，总是风风火火地走路说话，结果台湾的同事们都觉得我太急躁了，提醒我要慢慢来。现在我也学会了放慢脚步，享受生活的美好。文化差异不仅体现在生活习惯上，还体现在许多细节中。比如台湾人习惯称呼长辈为伯伯阿姨，而大陆则更多使用叔叔阿姨。台湾人表达感谢常说谢谢你，而大陆人则习惯说谢谢您。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别，却能立刻显露出一个人的文化背景。有一次我在医院遇到一位患者，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大陆人。小雨回忆道，他叫我小陆医生，而在台湾，医生通常被称为陆医师。这位患者听说我也是从大陆来的，特别高兴，跟我聊了很多。原来他是因为工作关系来台湾定居的，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多年。他告诉我，两岸的差异确实存在，但这些差异正是让两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的原因。阿强也有自己的感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在和小雨相处的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大陆的文化和价值观。小雨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两岸之间有这么多误解。阿强说，比如很多台湾人认为大陆人都很土，而事实上，像小雨这样的大陆精英，无论是学识还是见识，都非常出色。还有人认为大陆人都很势利，只看重金钱。但小雨和他的朋友们恰恰相反，他们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和成长。这些认知的改变不仅发生在阿强身上，也影响了他周围的朋友和家人。
阿强的父母从一开始对大陆媳妇的顾虑，到现在把小雨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阿强的朋友们从最初的好奇和试探，到现在真心接纳小雨，把她当成自己人，这些转变都让小雨感到温暖和欣慰。我觉得跨越海峡的婚姻最大的挑战不是地域差异，而是两个人能否真正理解和包容对方的文化背景。小雨说，幸运的是，我和阿强都是愿意学习和改变的人。他尊重我的职业追求，支持我的事业发展，我也尊重他的家庭责任，理解他作为一个台湾男人肩上的担子。在小雨和阿强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两岸婚姻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也看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真诚沟通和包容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段真正平等、健康的婚姻关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跨海峡婚姻都像小雨和阿强这样顺利。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失败的案例，主要原因就是双方没有做好文化差异的心理准备，或者一方试图强制改变另一方，最终导致矛盾激化、感情破裂。结婚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家庭情况。小雨建议那些考虑跨海峡婚姻的朋友，不要带着刻板印象去判断一个人，也不要想着婚后再改变对方。真正的爱情是接受一个完整的人，包括他的文化背景和成长环境。阿强也有自己的看法，经济条件固然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我认识一些台湾女孩嫁给大陆男孩，一开始被对方的财力吸引，但婚后发现价值观不合，最终还是分开了。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在选择伴侣时，一定要看重三观是否一致，而不仅仅是表面的条件。小雨和阿强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更是两种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爱情可以跨越地域、文化的鸿沟，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他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研究中心成立3周年的时候，小雨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让整个家庭都欣喜若狂。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我激动地哭了。小雨回忆道，我和阿强一直想要一个孩子，但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特意计划。这个小生命的到来，仿佛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阿强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将小雨的工作量减半，并聘请了最好的营养师和医生，确保小雨和腹中宝宝的健康。小雨的母亲也每天变着花样给小雨做各种营养餐，希望外孙或外孙女能健康成长。怀孕期间，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台湾和大陆在孕产观念上的差异。小雨说，在大陆，大家更注重孕妇的营养补充，常常会给孕妇炖各种汤，煮各种补品。而在台湾，大家更强调孕妇的心理健康和适度运动，认为保持愉快的心情对胎儿的发育更有利。小雨尝试融合两地的孕产理念，既保证了营养的摄入，又保持了良好的心态和适量的运动。在整个孕期，她都非常健康，宝宝的发育也一切正常。就在小雨怀孕7个月的时候，研究中心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他们研发的一种新型心脏支架获得了台湾卫生部门的认证，可以正式用于临床治疗。这种支架采用了最先进的生物材料，大大降低了术后排异反应的风险，被医学界誉为是心脏病治疗领域的一大突破。这个成果来之不易。阿强感慨道，他凝聚了我们团队2年的心血，尤其是小雨，即使在怀孕期间，也一直关注研发进展，提供专业指导。这种支架的成功，不仅是台湾医疗技术的进步，也体现了两岸医学研究的合作成果。新型支架的投入使用，为无数心脏病患者带来了福音。来自大陆的患者李大爷就是其中之一。李大爷今年68岁，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大陆的多家医院都认为手术风险太大，不建议进行。但李大爷的儿子在网上看到了小雨研究中心的报道，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带着父亲来到了台中。李大爷的情况确实很复杂。小雨说，他不仅冠状动脉严重狭窄，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但我们新研发的支架恰好适合他这种情况，
可以大大降低手术风险。经过周密准备，小雨亲自主刀，为李大爷实施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李大爷的心脏功能明显改善，1周后就可以下床活动了。看到李大爷康复出院的那一天，我真的很感动。小雨说，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小陆医生，你不仅救了我的命，也给了我们全家希望。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李大爷的事例只是研究中心众多成功案例中的一个，随着新型支架的推广使用，越来越多的患者受益，研究中心的声誉也越来越高。不少大陆的医院也主动联系，希望能够引进这项技术，造福更多患者。我们正在考虑和大陆的几家顶尖医院合作，共同推广这项技术。阿强说，医学无国界，我们希望能让更多人受益，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就在新型支架获得认证的1个月后，小雨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取名叫小海，寓意跨越海峡的爱情结晶。小海的出生不仅让小雨和阿强的家庭更加完整，也象征着两岸文化的融合与新生。看着小海的小脸蛋，我常常在想，他身上流淌着两岸的血液，未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小雨轻抚着熟睡中的儿子，眼中满是柔情。我希望他能继承两地的优秀文化，成为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人。阿强对儿子的期望则更加务实。我不要求他一定要像我们一样从事医疗行业，只希望他能快乐健康的成长，将来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无论他选择在哪里生活，从事什么职业，我们都会支持他。小海的到来也让小雨的母亲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位曾经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现在每天都精神抖擞地帮忙照顾孙子，脸上总是挂着幸福的笑容。我这辈子最大的欣慰，就是看到女儿找到了真爱，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小雨的母亲说，虽然一开始我很担心她嫁到台湾会不适应，但现在看来，这是她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丽姐，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者对两岸婚恋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我们下期再见。